时空旅人第3章，水晶金字塔与高我对话，痛的真意。我睁开眼，脚下踩着透明平台，稳如踏在实体之上。这里是我梦中常返之地，未来之城。建筑高耸入云，许多由水晶铸成，反射着柔和的光线，不刺眼，只有纯净与宁静。整座城市仿佛是一个被洗涤过的意识整体。我知道自己仍处于灵魂状态，但形体完整，就像真正的我。城市的居民也在活动，他们拥有类似肉身的轮廓，却非全然物质。他们的精神层次远超地球人，能感知我的存在，甚至微微颔首，仿佛在向远道而来的旅人致意。我走上街道，不见车辆呼啸，却有一道道透明管道悬于空中，其间穿梭的是圆弧状的座舱，如光子般轻盈无声。心念一动，管道口便划出一座空舱，静静停在我面前。我坐入舱内，无需任何操作界面，只感受到沉稳流动的能量。它的动力来自磁浮技术与反物质引擎的融合，无需燃料，无污染，几乎无声。我仅以一念，前往金字塔。座舱启动，滑行如光波，穿越半空中的管道。风的触感未曾打扰我，窗外闪烁着未来的景象，有的建筑如垂直森林，有的悬浮空中，甚至连地本身也不再是那种僵化的概念。最终，我抵达那座金字塔，整体由水晶铸成，如宇宙放下的一块意识石碑。它是这座城市的核心装置，也是一个意识转化的场域。我步入金字塔深处，无人守候，只有光与寂静。当我站上中央平台，整座建筑似乎与我连接起来。我感觉灵魂正向内折叠，向上延展。那一刻，我看见了他，我的高我。他没有形体，却让我清晰感知，他就是我。不是过去的我，也不是未来的我，而是那个永恒的、未曾遗忘的自我。我问：你是本源吗？他答：我不是本源，但我是它的一道纯粹延伸，如光穿透水晶，展现的一道纯净光谱。我是你更高维度的自己，是你未曾遗忘的全然存在。你，在人类中投生的你，是我自愿切下的一缕意识，进入时空的迷宫，去经验，去感受，去完成那段只有在限制中才能成就的旅程。我问：你若是我，为什么要分裂自己去人类世界体验？你不能自己去吗？他说：我无法直接去，因为我的频率太高，无法稳定存在于物质层次的时空架构中。唯有透过你这个化身，我才能进入这场游戏，去触碰时间，感知空间，经历爱与痛。你是我伸出的手，是我感知世界的触角。我问：那你在那边干嘛？那里是什么地方？他微笑，不是嘴角上扬的那种，而是一种静默中的明亮。那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种存在状态，纯粹、整合、自由，不受时间拘束。我没有在做什么，我只是在，如光一般存在。我的觉知始终覆盖着你，但我不干预，因为你的选择是神圣的。我不评价，不责备，不介入，除非你呼唤我。我问：所以我是游戏主角，你是操控者？他说：不完全是。你是主角，也是创造者。我不操控你，我只是站在更高视角，看着整张地图的你。你从不孤单，
因为我从未离开，只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。我低声问，那为什么你要让我体验痛？我不喜欢痛。他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，我听见你，我感受到你每一滴泪水，每一次喘不过气的夜晚，我都与你同在。但请明白，痛从不是惩罚，而是灵魂传递的讯号。你之所以会痛，是因为你正穿越错误的信念、破碎的期待，或与本源振动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偏差与提醒。我并非让你受苦，而是你作为灵魂，在来到人类世界前早已明白，真正的成长从不来自舒适，而来自觉醒。我没有要你受苦，我只是给你选择。人类经验包含极光与极暗，而你勇敢地选择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折磨，而是为了蜕变。你视痛为敌，其实它一直是你灵魂最忠实的朋友。它陪你穿越黑夜，只为在黎明来临前，唤醒你内在真正的光。我问，那要怎么不被痛打败？他说，臣服。臣服不是放弃，而是相信，相信每一个经历都有其必然的意义，且都是生命最好的安排。对当下说，我接受此刻的一切，如它本来的样子。我依然行动，但不执着于结果。我是你，是那个始终爱着你，不愿你迷失的你。我尊重你灵魂的自由，因为你是带着勇气来的灵魂。你选择了遗忘，也选择了可能会痛的路。我不介入，因为我信任你。我不阻止你经历痛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终将穿越它，然后记得你是谁。那一天到来时，你会明白，痛不是惩罚，而是你苏醒的契机。他的声音最后如光般温柔。我是你，那个未曾破碎，从不迷失，始终爱着你，等待你回来的自己。我站在金字塔中央，泪水静静滑落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一种深刻的记忆在心底苏醒。这一切不是惩罚，而是契约，一份我曾自愿签下的，来体验遗忘与重生的灵魂契约。我问他，你会一直都在吗？他伸出手，食指点向我眉心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自己，从孩童时第一次仰望星空，到每一场梦里游走宇宙的片段，从迷失、逃避、怀疑，到此刻的凝视。是的，他一直都在，我一直都在。我们四目交汇，光从他身上涌向我，不是取代，而是融合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仿佛扩展成整个宇宙的一部分。这一刻，我不再只是灵，我是记忆之河，是星辰之火。我是那个从梦中苏醒的自己。醒来后，我坐在床边，窗外天色刚亮，空气静得像宇宙的边缘，而我的内心仍在回响。我曾以为痛苦是不该存在的，但如今我懂了，痛不是惩罚，而是提醒。我不再急着逃避那些让我心碎的时刻，因为每一次破裂都是通往内在更深处的入口。无论是身体的痛，还是心灵的痛，其实都是身心灵失衡的讯号，是灵魂点亮的求救之光。灵魂透过身体与情绪低声对我说，你偏离了中心，是时候回来了。回到平衡，不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，而是愿意诚实、温柔地与自己相处，允许痛的存在，允许自己悲伤，
让情绪自由流动。在每一次深呼吸之间，我练习面对恐惧，学习臣服，然后松开执念，告诉自己，我可以成为那个勇敢面对一切的灵魂。身心灵的平衡从来不在远方，疗愈不是来自他人，而是来自我对自己的拥抱。每一次我愿意停下脚步，静静倾听内在的声音，全然地爱着自己，都是一次与灵魂的重逢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，我从不孤单，因为他从未离开。